我喜欢上了一个暗卫，可他看着我烦，于是我一天之内偷袭了他主子13次。他从暗处出来拦我，表情一次比一次严肃。你追我就罢了，为啥每次都要攻击我家主子？我不攻击你家主子，你怎么会出来见我？好特么有道理，想见我用这个吹一下我就听见了。他给了我一页竹片，让我不许再莫名其妙为难他家主子，以后不会了。然后我转头又对他主子动手了。我感觉到他从暗处一柄剑横出来的时候，确确实实带了杀气了。话本子里都说打是亲，骂是爱，打着打着就相爱，怎么到了我这里就行不通呢？以后不许再看那些莫名其妙的鬼东西！以后不许再看那些莫名其妙的鬼东西！你都开始关心我的心理健康了。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傻子，听不懂人话。原来你只是被画盆子蛊惑了。他会相信那种话跛子，难道就不是傻子了？我在行走江湖的途中对沈燕一见钟情。那天下着大雪，我蹲在雪中抓野兔，在野兔出现的瞬间抱起出手。不想入手的不是野兔，却是一只骨节分明的手。我抬起头，想说此路是我开，此兔该我宰，却撞见一双琥珀色的眼睛。爱雪中的琥珀能用美色杀人，那一刻，佛祖，我悟了。他似是没想到这野地里会有人，惊愕之下，一个手刀劈了过来。我歪头躲过，顺势将这只手也抓入掌心，讨好的搓了2下。真是的，这么冷的天，怎么出门不戴手套？瞧把手给冻的。你谁啊？这便是初见了，我觉得很浪漫。神经病吧？我赖上了他，跟着他回到了所在车队，用妙手烹调烤出了一只绝世美味的兔子，赢得了众人的肯定。原来你是暗卫呀！暗卫还负责抓兔子吗？不抓兔子吃啥？打尖儿呗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无可奉告。你在保护谁？你在保护谁？哈哈，沈燕，别吓着人家小姑娘。小丫头，刚才烤的兔子挺好吃的，你再烤一只嘛，我没吃饱。那你让沈燕去抓呗。你们2个一起去抓，岂不更好？马车里那人是个智者，此话一出，我当即看他顺眼了。有道理。沈燕，走了。沈燕很嫌弃我，不愿意和我一起抓兔子，扯上了另一个暗卫。你为什么要跟着我？我说了，我对你一见钟情啊！神经病！真的。你没有要做的事吗？想跟到什么时候？想跟到什么时候？我行走江湖，行侠仗义。你离开他，就是在行侠仗义了。这可是行善积德，好事一件。往哪儿走都是走，跟着你不也能行侠仗义吗？神经病！在追沈燕这件事上，我不做大侠，只当无赖。俗话说得好，
好女怕狼缠，暗卫怕我，怕我。我给你讲我的生平事迹，还有兴趣爱好。属下申请暗处保护，告退。沈燕向他主子申请在暗处保护，然后就不见了。我行走江湖，别的没有，鬼点子可太多了，马上就发现了沈燕这个计划的漏洞。只要有人对他主子动武，他就必须出手相救。于是我1天之内偷袭了那辆马车13次。沈燕从暗处出来拦我，一次比一次严肃。看你还往哪儿躲！哼，其实我也看出来了，他有时候也不想出手的，只是手比脑子还快，这是暗卫的职业病。小丫头，你再这样折腾，我这把老骨头可遭不住了。今日消停一会儿如何？大叔，我也就是装装样子罢了，我都没有用内力呀。你让沈燕出来跟队嘛，我就不动手喽。我怎么就成大叔了？喂，你刚才还说自己是老骨头呢。沈燕，都答应你每天打1次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人家想每时每刻都能看到你吗？啊，你眼神不要乱飘啊！阿弥陀佛，你怕不是一只狐妖？我就当你是夸我好看了。这行走江湖，除了武功要高，脑子也不能少。师傅说了，江湖上总有妖女妖男仗着美貌骗人害人，要想不被坑，就要比他们更妖娆。我这抛媚眼的功夫，可是师傅训练了好久才训出来的。当初练的时候，眼睛都抽筋了上100次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媚眼起了作用。当晚，沈燕又向她的主子请示，重新在车队现身了。小丫头，我想吃兔子。哼，原来是个自来熟，提起要求来理直气壮。你吃呗。这不是我们这边的人烤的不好吃吗？他说的有那么些许委婉，其实那堆人何止是烤的不好吃，简直是放火烧山，牢底坐穿，案发现场好吗？你干嘛要大晚上的吃兔子？晚上的兔子可难抓了。不如让沈燕陪你去抓兔子，难抓也没事，你们多花点时间，总能抓到的嘛。虽然看不见他的脸，但是我以引他为知己。沈燕，走了。干啥？你还想打我不成？不想要工钱了？其实我特别有钱，你要是没钱的话，可以问我拿借。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？是啊。一点钱都不舍得给我，还好意思说喜欢我？怎么忽然变得牙尖嘴利的？让你装，这下忍不住了吧？装什么？奇奇怪怪的。这段时间，我其实和沈燕一起抓过好几次兔子了。不只是兔子，山鸡和野鸭我们也抓过几次。不过哪次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困难。到底是晚上了，兔子早睡觉了，哪有那么好抓？我们简直就是在守株待兔。沈燕不说话，她整个人的气息完全封闭了，如同蛰伏的野兽般，既危险又迷人。就在我等不下去的时候，我想转头告诉沈燕自己的发现，却已如离弦之箭般朝兔掠去。哎呀！他的手中有一只手，柔弱无骨的女人的手，莫不是兔子成精了？啊！我瞪大了眼睛，赶紧施展身法落在沈燕身边。沈燕牵着的竟是一个着雪白衣裙的柔弱姑娘，她浑身上下只有唇间一抹红色点缀，却显得美艳不可方物。得亏是同一个作者写的，不然你这种操作算抄袭，你懂不懂？你们在抓兔子？不错，
抓来烤的。我话音未落，这姑娘的眼睛登直就红了，像是个什么天大的委屈似的。怎么可以吃兔兔？白衣姑娘噙着泪水，伤心地说出这句话后，我感觉周身的空气都稀薄了一些。不是，你们，哎呀，等一下，那兔子是我的。好疼，公子，救命！这姑娘也是个人物，脚踝那里肉眼可见的红肿起来，她却一声不吭，只用一种十分委屈的表情直勾勾地看着沈燕，贝齿轻咬着红唇，欲说还休。好家伙，当我看到她那个眼神的瞬间，我就懂了，我这是遇上对手了。师傅口中的妖女，终于让我碰上了。那你跟我们一起走吧，一个人受了伤也不安全。为何如此爽快？我狐疑地看他一眼，当时我怎么没这个待遇？我可是死皮赖脸烤了好几只兔子才被车队接受的，我很不爽。这年头随地捡到个人就可以往车队里带的吗？怎的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？全然忘了我自己也是这样莫名其妙撞进车队的。你背着他，我背？不然我背。不行，怎么能让沈燕背他呢？说不定就被他施展什么妖法给勾走了。我都没让沈燕背过，这便宜可不能让他给占了。我来，姐姐，本少侠乐于故人，背你一杯。公子，莲儿想要你来背。乖乖，这名字也太有那味儿了吧！师傅写的妖女法典，怕不是被他偷来全文背诵了？要我背的理由？公子，你这样好心收留了莲儿，莲儿十分感激。公子想要莲儿怎么报答公子都可。我在旁边看得只想鼓掌，这招叫以身相许，一旦有美人含泪使出，大部分时候都战无不胜。但沈燕不愧是我看上的人，她显然不在那个大部分的范围里。如此便多谢姑娘。你说啥子？瞧把人家姑娘给蒙的，家乡话都出来了。你不是想报答她吗？把你这只兔子送给她就行。可是你想使的是美人计，不是美食计，对不对？你若是觉得一只兔子不够的话，莲儿愿意以身。我最近缺钱的很，看你腰上这块玉不错，当然你要是直接给银票就最好。说完还不忘瞥我一眼，意思是看你干的好事。莲儿张了张嘴，到底没说出话来。我觉得她的妖女职业生涯可能在今天遇到了必胜大敌。还是年轻啊，沉不住气。作战计划失败了，就再接再厉嘛。我本想鼓励莲儿一句，但想起一会儿还得和她比比抛媚眼呢，就先不套近乎了。大晚上的，咱们先回车队吧，一会儿你主子该等急了。哼，饿不死他。什么仇什么怨，不就扣了你几个月的工钱吗？至于吗？我一边背起莲儿，一边琢磨，不知道为啥沈燕今天忽然伶牙俐嘴了起来。前儿不是还被我气得说不出话吗？难道是气着进化了？沈燕几下就消失在了雪地里，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想法。我背着莲儿在后头轻快地跟着，她身上的香味一缕一缕地往我鼻子里钻，熏得我想打喷嚏。这位姐姐，你是什么人啊？为什么忽然出现在这荒郊野岭？我出来赏雪迷了路。哦，那我送你去医馆吧。不行，我好疼，撑不到医馆了。我要和你们一起走。一起走你不是更疼吗？不治啦，你靠光合作用修复不成。我对这位公子一见钟情，公子救了我看着他就不疼了。前边的沈燕好像笑了一声，隔得远我听不真切，这也太假了。你认识他吗？就一见钟情？小妹妹，咱们的目的都一样，就别装了。他是谁，你我心知肚明。我还真不知道沈燕是谁，我还想再问，可惜轻功太好，已经到车队驻扎点了。你的伤不碍事，我带了药的。专业，这妖女当的职业素养太高了。哎，等等，这位同仁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这个活儿你让给我，事成后我另有重谢。什么活儿？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你还装傻做什么？都是冲着那位来的，说话爽快些。若是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就休怪我届时下狠手。我觉得莲儿对我充满了误解。那位是哪位啊？
什么活儿啊？你说话能不能说得清楚些？我好好奇啊，帅。罢了，你不愿也无妨。那咱们就各凭本事吧。真敬业，腿都肿成这样了还不忘勾引人家。若有机会，我一定要将他介绍给师傅认识。站在原地欣赏了半天莲儿若柳肥丰的身姿，我忽然想起来，我也是喜欢沈燕的。公子，兔子好可怜，你能不能不要杀它？我们一起养着它吧。第一招，心地善良，楚楚可怜。啊！我的腿好疼，公子替我揉揉。抢什么？下一步明明是知难而上啊！我觉得莲儿可能买到师傅的盗版指南了，书上太不要脸。你很闲吗？不闲，我这不是在欣赏你宰兔子的矫健风姿吗？兔子宰好了，劳烦姑娘让你烤了送去马车那儿。哎，沈燕终于对我笑了。好，你说什么都是好的。师傅说我笑起来讨人喜欢，沈燕好不容易对我客气了，我得要好好表现自己。沈燕，我在这儿烤兔子，那你去干什么？你陪我一起嘛。我当然是要好好同莲儿姑娘聊聊天了。这是什么操作？我的大法失效了。莲儿也没想到，她连忙含情脉脉地冲沈燕抛了个媚眼，同时不忘给我一个挑衅的眼神，士可杀不可辱。她这样子不仅是看不起我，亦是对师傅的侮辱。我居然忘了吃醋，这时候是不是该吃醋啊？不过总觉得沈燕哪里变了，不像暗卫，像武林肉侠。师傅著作有云：男子开窍会撩人，多半是爱上人了。好气啊！我咋没撩动他？算了，不管了，我还是先吃醋吧。沈燕走得太快了，我趴在土堆旁偷听她同莲儿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好像已经聊到一半了，只隐隐约约听到公子说什么呢？人家听不懂。你们两个出来骗人，怎么路数不知道换一换？咦，莲儿还有个同伙吗？我咋没看见？人呢？你们江湖人士盯梢这么不用心吗？人家担心你嘛，你都跟那个妖女走了，还不许我吃醋。你知道莲儿去哪儿了吗？啊？你刚和他在一起，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？他刚才意图靠近我，不小心脚下一滑掉沟里了。我总觉得沈燕这是在杀鸡儆猴，其实是你踢他下去的吧？你不去扶他一把吗？其实我们江湖妖女并不是个个都如莲儿一般差劲，你千万不要因为一个人就看扁了我们整个群体。我和他大眼瞪小眼处了半天，莲儿终于从沟里爬上来了。他见我与沈燕只手相望，脚下一软又栽了下去。可以理解，面前我有这样一个业界泰斗在，压力大很正常。不过他满脸黑乎乎的，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来。我追出来吃醋，把兔子往火上了，这会儿怕不是已经烤得跟莲儿的脸样黑了。妖兽啊，无心长难烤了这么多天的兔子，我本来都打算今天下手了，怎的在这节骨眼忘了正经事儿？沈燕和妖女抱就抱嘛，我急啥？果然黑了，好惨。其实把焦了的部分去掉还是能吃的吧？而且有焦味的话，吃起来不是更能掩盖的味道吗？我真是个小机灵鬼。啊！你想吓死我！焦了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焦味？比如撒一些粉末什么的？没有。没有吗？好可惜。不对劲，我的心怎么越跳越快了？师傅说的妖法，怎么好像沈燕也会？我去给你主子送兔子。不必了。哎，
我觉得沈燕这个人十分记仇，他主子扣他几个月工钱，他就消极怠工，在背地里骂老板，现在居然干脆连兔子都懒得送了，直接扔过去。不过我很快发现自己想错了，是夜袭。其实我早就发现常有人偷偷跟着车队，一天起挡3波，但都被沈燕他们随手打翻。这次的攻击来势汹汹，我冷眼瞧着到有几个高手，这马车主人究竟是什么身份，竟引得这些高手来犯？手下又有沈燕这样的人替他护法，打架时走神可不是好习惯。沈燕，这次派来的人不同了，另外几队可能被发现了。我敏锐察觉了他的弦外之音。这么说，他们正在被追杀吗？分成几队撤退，以迷惑敌人。之前的刺客都只是试探，而这次来的人比之前厉害多了，说明敌人已经发现这个车队里的人才是他们要找的了。他们要找谁？马车主人吗？好剑！我一直喜欢潇洒漂亮的剑招，觉得侠客就该优雅自矜、风度翩翩，却不曾想简单利落的剑招也会那么好看。沈燕的出招绝不是少侠们偏爱的花把子，而是实打实的杀招。我捂着刚才被沈燕碰过的手，她抚过的位置好烫，比我的脸还烫，我可能脸红了。你脸怎么红的和兔子眼睛似的？冻的。咦，有点眼熟，但又想不起来是谁。我入车队的理由就是对沈燕一见钟情，又怎么会到现在才看上她？但我在马车主人这句话以后脑子就放空了，太阳穴突突的跳，眼前只有沈燕游龙般穿梭的身影，根本做不到思考。沈燕出手后，混乱很快就结束了。我想起方才马车主人的话，脸腾的一下又热了起来。你，我们一起开口，一起顿住。我陷入我们好有默契的窃喜中，连忙示意他先说，请。方才你走神了。啊？我救了你。这对话怎么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？我忽然害羞起来。沈燕这是在暗示我以身相许吗？会不会太快了？一般来说，我是不是应该矜持地拒绝2次，然后在他诚恳的表白下，霞飞双颊点头同意？唉，可见我的妖女大法也并不是修得很好。有莲儿的前车之鉴，我竟然会生出这样离谱的念头。你这把软剑不错。我要是到这会儿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就是个傻子了。我要是到这会儿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就是个傻子了。我家里还有一把，到时候给你。笑什么？神经病啊！改道，我们走雁城。雁城近，但守卫森严。鸠也在赶往雁城的路上。如此，便给他添些堵。车队行路很快，在东方破晓时赶到了雁城。莲儿早在昨日嫡袭时消失了，小事败给了我，自惭形秽。当雁城巍峨的城墙出现在车队面前时，整个车队的气压都低了，他们紧张了。看来雁城这关不好过。来，儿子儿媳，扶老夫下来。我知道我的无语和沈燕的无语肯定不是同一种心情的无语，我这便宜占大发了，而沈燕被他占便宜占大发了。那啥，工钱再给半年行了吧？1年，不能再多了。你们俩要扮夫妻，相处的神态姿势得改，哪有夫妻像你们一样不亲密的？手挎着呀！我觉得要不是他刚许了沈燕1年工钱，沈燕可能就要暴走了。不过他的工钱是有多高啊？为了工钱连这都能忍，不知道以后我付不付得起这些。这真字诀讲究的是一个真字，要想让别人相信你，你首先得相信自己。沈燕，你僵着干什么？离他近些。
你就不能再进。我靠着他的胸膛，连他的心跳都能听清，顿时又不争气的脸红了。你媳妇儿脸这么红，莫不是病了？你摸摸她的额头。你是上天派来挑战沈燕底线的吗？适可而止。入城。不得不说，老大爷演技精湛，将一个带着儿子儿媳出游的暴发户老头演得活灵活现，丝毫没有引起城门护卫的怀疑。咱们这一看就是气宇轩昂的人中龙凤，就是要高调，扮成农夫人家也得信才行啊！有沈燕这么好看的庄稼人吗？我觉得他说的对。我看着自己与他相握的手，有些想笑，但又觉得不合时宜。要不要点穴？不必。我猜他们说的是我，果然我才是妖女吧？比莲儿不知高明到哪儿去了，这么快就取得了他们的信任。入城没有阻碍，车队众人都松了口气。前面有一个客栈，您看。歇下，再查查鸠到了没有，住在哪儿？所以这个鸠到底是谁啊？和你们有仇吗？沈少侠，就这间吧。好。啊，这不太好吧？沈燕，其实我除了烤兔子，还很会烧排骨，下次做给你吃啊。你武功这么高，小时候一定受过不少苦吧？我从小跟着师傅练武，练了10年才有此身手。现在想起当初晒在日头下扎马步，还觉得累得慌。你把事办完了，要跟我回家吗？我家还有一把软剑，你不去，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你不是。关于那把软剑，我没好意思告诉沈燕，这是师傅寻来的龙凤剑，凤自然是我在用，龙师傅说要我以后送给自己的有缘人。我没有说他是我有缘人的意思，只是觉得他用剑的姿态很利落，适合那把剑罢了。对了，你是不是很缺钱啊？你要是真的缺钱，我可以借你啊。我经常出去走镖的，我可厉害了，深得我师傅的真传，打得了架，下得了毒，江湖人称走镖路上一枝花。我晚上要去找人麻烦，你有什么毒？我晚上要去找人麻烦，你有什么毒？这个。这不是……这是什么？强力泻药，师傅亲手做的，绝对精品。这是泻药。拿来。我要和你一起去。危险。就是危险，我才要和你一起去啊！你说的是真的？童叟无欺。罢了，倒是跟紧些。哇，姑娘的红烧排骨真香啊！我有些着急，这次出来总共就没带多少药，一会儿还得拿给沈燕。万一他用完了怎么办？我的任务不就失败了吗？那师傅肯定不乐意让我出师了。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没事，就是觉得这门怪好看的。你做了吃的？没有。那这是什么？我做着玩的。骗人！我想反驳他，结果一抬头正对上那双琥珀色的眼睛，顿时熄火了，不由暗骂自己是个花痴。
你有夜行衣吗？晚上要用。行走江湖哪能没有夜行衣？我本来就是打算半夜穿着夜行衣偷偷来给老者下药的，只是在看见沈燕的时候，稍稍改变了一下策略而已。毕竟偷偷下药不太现实嘛，当然是要和车队打好关系再下才靠谱喽。反正我绝不承认自己是见色起意才改主意的。回去准备，一会儿他们会把那个客栈的勘测图带回来。我对糖醋排骨依依不舍，但又不敢表现出来惹他怀疑。话说，他怀疑我了吗？应该没有吧。但是糖醋排骨里下了药的，要是不小心被人吃了怎么办啊？应该也不会，谁会这么缺心眼儿，把放走廊里的食物吃掉？不怕有毒。这样想着我就放心了。规划完入侵和撤退的路线，静待夜幕降临。穿着夜行衣的沈燕浑身上下散发着危险的气息，但又能在瞬间将自己伪装的人畜无害。她对这样的转化得心应手，我也渐渐觉出些未来。或许初见时她的木讷和不善言辞都是装的，现在的她才是真实的。只是她为何不在我面前掩饰了呢？想不通。休走神，一会儿跟紧我。在跳上屋檐时，我没有发出半点声响，倒是惹得他高看了我一眼。见他眼中流露出欣赏的情绪，我的心跳又快了。我竟然在期待他对我另眼相看吗？居然真的是泻药！什么叫居然？本来就是好不好？我本来打算去破坏这群人的马车的，但马车坏了还能买新的。不若我泻药的效果好，一定能拖住他们起码1天。大夫厉害的话，2天；要是心中有疑虑不敢看大夫，可就不止2天了，能把人搞到虚脱为止。这可是师傅怀着万分恨意做出来的药，能不厉害吗？你师傅是不是姓管？你咋知道？竟然是这样！怎么样啊？你在说什么呢？回去你给他烤只兔子吧，他就爱吃你做的。我见问不出什么，只好乖乖跟他回去。烤了兔子端上楼，却发现马车主人的房间里人影床冲，嘈杂得很。沈燕，快来看看主子怎么了？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公桶上坐着，来回几次脸都白了。我心虚地瞄了一眼走廊上的木架子，果然，沈燕放在上面的糖醋排骨不见了。要命啊！原来世界上真的有缺心眼儿。但凡你忍半个时辰，也不至于遭这个罪。我知道是自己再也吃不到他做的糖醋排骨了。我看见门外放着的排骨，还以为他原谅我了，吃了以后才晓得他还是怨我的。不是怨，是恨之入骨。你怎么不装了？师傅说成功了就好，大叔不会为难我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对你谈起过我吗？都说了什么？师傅说他有一个全世界最讨厌的人要我去对付。我问他有多讨厌，他说就是那种会把你刚要吃的烤兔子抢走的讨厌。师傅说你没良心，不要脸，他一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你了。让你以后成功了以后也莫要找他，他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。女人总是口是心非的。我总觉得他是怕马车主人气死了没人给他发工资才开口安慰人的。所以你是……你都这么大了！你大个锤子的！
我今年21岁，师傅不过大了我9岁而已，他居然怀疑我是师傅的孩子。我只是师傅10年前在路边捡到又亲自养大的小可爱罢了。哼，叔叔，我代我娘向您问好，然后转身就走，懒得管他是气死了还是气活了。夜间，我召来一直跟在身边的信鸽，为师傅递去一封密信，告诉他事儿办成了。马车主人看了大夫以后好了不少，但师傅这个药效太霸道了。我趴着窗沿看月亮，仔细想想刚才在大院里揪那一群人的症状，总觉得这药力好像比他预估的效果更加可怕些。至于为什么是预估，他怎么可能傻到自己去试药呢？不行啊，这么猛会不会不小心把马车主人给药死了？虽然师傅一直都和我说马车主人是个王八蛋，哪怕你不认识他，见到他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也知道他是个讨厌鬼，可我知道师傅心里放不下他。方才我总算想起来为什么我看马车主人眼熟了，他不就是师傅藏起来的那幅画里的人吗？小时候师傅总是把好吃的藏起来不给我吃，让我饿其体肤成大事，可我觉得他就是馋，不乐意和我分，所以我经常偷偷在他的屋子里找东西吃。有一次我不小心翻出一个锦盒来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一幅画。上面有一个丰神俊朗的男子，眉眼很朦胧，但胜在意境，旁边有师傅漂亮的小楷，珍重的写着白。这要不是心悦于他，我这些年的画板子就算白看了。所以马车主人算是我师娘、师公、师丈罢了，还是喊他大叔吧。我越想越担心，师傅一直对大叔怨见得很，也不知道当年发生了啥事，提起他就咬牙切齿，所以才会命我前来给他下药。可我想来想去，又觉得他好像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大叔现在显然是有麻烦了，为啥师傅偏偏要我在这个时候下山整他呢？还反复叮嘱我在下药前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，人死了就不能下药出气了。总算明白了师傅的深意，其实他就是想让我来保护大叔的吧，一定是吧。他其实早就不生大叔的气了，担心大叔有麻烦，自己又拉不下脸来找他，所以派我来接近大叔，说是下药，实则是为他加一层安全保障，到时候和好就更是水到渠成。我这脑瓜子可真是太灵光了！我兴奋地奖励了自己一只鸡腿，啃着啃着又吃不下了。师傅这样关心大叔，此番我要是把他给整死了，这可是解药袋在师傅那里，我是没有的呀。我头发都快被自己薅没了，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去看一看大叔，以防他真的不幸升天，那就苦了师傅了。我蹑手蹑脚出了门，往大叔房里摸去。半夜去别人房间，最尴尬的事儿就是碰见一个和你有相同目的的人。我看着眼前一袭夜行衣的黑衣人，呆了呆，有点闹不清情况。3更半夜出现在大叔房前，一言不合就动手，若不是师傅的情敌，那就必然是刺客。这一趟不亏，竟让我碰见了个小美人儿。正巧昨儿得了个宝贝，就同美人你一起试试。他轻功不弱，但内力不足，远不如我扎实。在我的进攻下，只能左躲右闪，倒形成了莫名的平衡。是个带刺的，我喜欢。我挽起剑花将他拢住，一心要宰了他，却没注意到他身边弥漫起带着暗香的烟雾。打着打着，我终于觉出了不对。按说我体力不至于此，现在双手却无力起来，用内力一催，更是浑身发软。卑鄙！我气坏了，这王八蛋居然使这样下作的手段，打不过就给人下药，不讲武德。你先不仁，就休怪我不义。中了我的药还能动用内力，算你厉害。只不过强行催动，一会儿药效就更加厉害，还是便宜了我。美人还是别费劲儿了，这可是个好东西，不妨你同我一起领略领略。他哈哈大笑，朝我伸出手，想来扯我的胳膊，却在下一秒变了脸色，急退几步。我被人握住手腕，天旋地转间落入一个坚实的怀抱，有淡淡的药香，是沈燕。我艰难的抬头，果然看见了她抿成一条线的唇。我又没缠着你，你生气做什么？找死！您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就是受人所托来探探底，
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要是早知道您在这儿，绝不敢来唱这趟浑水。解药拿来。庄主恕罪，小的这是新得来的玩意儿，还没有解药。这是什么毒？瞧您说的，小的一个采花贼还能有啥毒啊？你别动手！没有解药就死。这是真没有，您就是宰了小的，小的也拿不出来啊！庄主，这药烈得很，若是没有那个，就会爆体而亡。喂，醒醒，听得见吗？什么？喂，叫人家小风，师傅都这样喊我，今天我也准许你喊。半月内自废武功去庄里领罚，若有再犯，我会亲自动手。多谢庄主不杀之恩，庄主放心，今日之事我一件都不会往外说。江的行踪，小的会编排个错的告诉他们。滚！多谢庄主不杀之恩。沈烟，小风松手。不松，你叫我松手我就松手吗？我想起前儿他还这样抱了莲儿，更是生气，一拳捶在他胸口，让你抱，让你抱。小风，我只抱你。我才不信呢！师傅说了，男人都是骗子，你证明给我看啊！乖，别闹了，这个证明还不如别。好热，我简直要发疯了！沈烟，我热。我怎么会躺在沈燕身上呀？沈燕本是闭着眼小气，被我一嗓子嚎醒了。你醒了。她淡淡的目光扫过我的脸，我忽然觉得十分心虚。这为啥会心虚呢？很快，沈燕给了我答案。女流氓。我的脸腾的红了，脑子里断断续续闪过一些昨晚的画面，羞愧难当，只想钻到地下去。沈烟，我热，让我亲一亲，我想亲就亲一下，我很讲道理的。你不要推我，我最喜欢你了。沈烟，我不热了，好冷，要抱抱。沈烟，我爆炸了！我昨天到底对沈烟做了什么？我一脸震惊地看着沈烟，一时间不知道是该连滚带爬的逃跑，还是该谢他救命之恩。你记起来了？没什么想说的吗？对不起，昨日轻薄了你，我错了。没了。那还能有啥呀？我懵了一会儿，猛然想起来沈烟爱钱。我给钱，我回去就把所有家当都给你。这么说春风一度后，你倒是打算翻脸不认人了？什么春风一度？明明是你把我扔进水里，又是放血，又是输内力逼毒，把我折腾的半死，好吗？那你想怎么样吗？你轻薄了我，我要你对我负责。我和沈燕回到客栈时，客栈里一片狼藉。你笑啥？你的店被砸了！砸得好，砸得好！多砸点儿。今儿店里来了个大主顾，没一会儿就和2楼的客人打了起来，把家具都砸烂了。他是不是疯了？客官，我这可是水曲里榆木桌子。你给老娘闭嘴！一会儿一起算给你。好嘞，客官，您慢慢砸。要是不够了，我库房还有呢，已经差人去取，一会儿就搬来了。师傅，姓江的，你把老娘的徒弟搞到哪里去了？他昨天晚上还这儿给我传信了。主你别生气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一晚上肚子疼，现在又疼了。你等着虚脱致死吧！不把小凤交出来，我让你回不了齐都。你徒弟肯定没事儿，我这边那啥，沈庄主也一晚上没回来。你放心，他的武功你还不知道吗？什么？他和沈烟那小子在一起来了一晚上？去死吧你！师傅，我回来了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
小风，没事吧？师傅，我正好好的呢，这次放过你。钟钟，你心里果然……小自作多情，要不是我徒弟看上你的暗卫，老娘才不过来趟这浑水。我这一旁噤若寒蝉，但还是想说，师傅您说反了，明明是您看上了大叔，我才骗沈燕说自己喜欢他的。钟钟，小风一来做了兔子，我就知道他一定和你有关系。他喜欢沈燕，我还给他们制造机会撮合他们了。想拐跑我的徒弟，你还有脸说？小风，咱们不和这些臭男人在一处。师傅，你咋这么快就来了？师傅，你咋这么快就来了？这不是不放心你吗？我一直在你们10里外跟着呢。什么不放心我？明明是不放心自己的老相好。死丫头，刚出来几天就和沈燕混到一块儿去了，可不许离她太近。沈燕怎么了？您和她关系不好吗？你只需知道，这小子极其记仇即可。上一个得罪他、欺骗他的人，坟头草已经2米高了，为师是靠着自己绝高的武功才没落得那般悲惨下场。我打了个哆嗦，且不管上一个和得罪沈燕的人怎么样了，总之我昨儿刚得罪了他，轻薄他以后还拿钱侮辱他。对了，我为了靠近大叔，还骗他说我喜欢他，加上师傅居然也和他有仇，这，怕不是要完？唉，小时候师傅让我没事儿别老骗他好吃的已经没了，我还不以为认。现在看来，说谎话的小孩果然是会遭报应的。都怪大叔，怎么就和沈燕在一个车队呢？大叔到底惹了什么麻烦，才要东躲西藏？跟我来。师傅拉着我飞身上了屋顶，见四下无人，才给我科普了一通八卦。大叔是齐国的皇子，早年不受皇帝宠爱，反而被奸臣迫害，无奈之下逃离了齐国。他的哥哥鸠也同时出逃。大叔是齐国的皇子，早年不受皇帝宠爱，反而被奸臣迫害，无奈之下逃离了齐国。他的哥哥鸠也同时出逃。此番齐国国君身死，无人继承大统，齐国内支持大叔与鸠的家族纷纷派人来通知他们赶紧回国，示意他们日夜兼程，就是要赶在对方之前回到齐都，谁先到谁就能抢占先机，得到王位。怪不得他们有时候只在隐蔽处休整，连客栈都不住，吃食也都是自己备着的。我不禁感叹世道艰难，只是若不是他逃离了皇宫，也不会遇见师傅。这样想来，算是缘分了。所以沈燕不是普通的暗卫，而是大叔找来保护自己的高手喽。那么大叔用以和他协商的工钱，肯定也不是一般的东西了。姓姜的一开始被鸠派人暗杀了好几次，当然他也报复回去了，但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。于是他请沈燕出手相护，分出几队人马混淆视听。他在沈燕的帮助下假死了一次，降低了鸠的警惕，这才安然到了齐国境内。可我寻思鸠身边肯定也有高手，沈燕一个人也未必护得住他。是以您就派我来的给大下药，既出了气又能保护他，对不对？我心想师傅您对大叔的行踪真是门清，替他考虑的也太周到了。小风聪明，若是这样，莫名其妙出现的莲儿就一定是刺客了。他怕不是见我一直缠着沈燕，把他认成大叔了吧？主人和暗卫互换身份、混淆视听什么的，好像很合理的样子。那师傅，沈燕到底是什么人？开庄子的，没啥好说。现在我们已经靠近齐都了，一会儿姓姜的吃了解药就会继续赶路，离得越近就越危险。小风你就别去了。师傅在哪儿，我在哪儿。
傻丫头，我自己的孽缘我自己了断，犯不上拖着你一起倒霉。唉，师傅啊，徒儿不孝，好像也惹了段孽缘。我心里很郁闷，老想着自己骗沈燕的事儿，茶不思饭不想。倒是大叔很开心，服解药后拿十分可怜的目光盯着师傅足有半个时辰，总算换来师傅亲自下厨给他做了盘糖醋排骨。姓江的，一个车队去齐都太显眼也太慢了，不若我和你先行一步，抢在灸之前回到齐都。我带了2匹汗血宝马，我们一会儿就走。师傅，我也要去。你不许去。师傅，你也说了很危险，大叔这么菜，万一你们暴露了行踪被针对了，你护不住他怎么办？所以中中，你是真的觉得我很菜是吗？师傅，我要一起去。大叔不是要回去抢皇位吗？那么危险的事儿，你们2个人怎么够？起码带上我。拿钱消灾。我既答应要护送江公子平安回齐都，断无半途而废的道理。我一起去。这不巧了吗？咱们总共就2匹马，却要去4个人。我和师傅一起。你让我和沈燕2个大男人共乘一起，你们受得了，那马也受不了啊！我心里慌得很，不愿意同他一起，但想想师傅好不容易与大叔破镜重圆，若能同乘一起，说不准感情会回温得更快些。我为了他的幸福受点委屈又如何？于是大义凛然地对师傅点点头，跟着沈燕走了。快点儿！中中等我。我们辞了车队众人，骑着马先行。汗血宝马不愧是江湖人皆馋的好马，跑起来又快又稳，就是风大。我被沈燕圈在双臂之间，十分难受。为了不与他有接触，一个劲地往前靠，几乎要扶到马背上。你在躲我？没有。那你趴在马背上做什么？不怕摔下去吗？稳得很，没事。其实这样还是蛮累的，要不你往后些。我往后了，怎么和你说话？你听不见啊？听得见，我也往后坐些。乖，乖。我认命地靠在沈燕怀里，一心想找些事转移一下注意力，可她的气息将我团团围住，她的心跳贴着我的后背，她的呼吸在我耳边，我实在无法逃开。江湖人士有恩必报，对不对？昨日我救了你，对不对？我心中泛起嘀咕，上次莲儿想对他以身相许的时候，他是怎么说的来着？你把这只兔子给我，莲儿只是崴了脚，所以赔给他一只兔子。我昨儿可是栽跟头栽得结结实实，要是他没救我，我便要倒大霉的。这救命之恩，我总觉得我付不起啊。再说我还得罪他了，他说要我负责来着。要不我给你打个欠条？一时间我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，反正大叔也会付你报酬的。我的你就先缓缓，届时我走镖还你就是了。我保证不跑路，你别担心。小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猛然惊觉，加入车队那么久，我竟从没说过自己叫什么。师傅叮嘱我不能在事成之前暴露自己的名字，昨日大叔他们又没问，我倒是忘了这茬。半风河，我叫半风河。听不清楚。我说，我叫半风河。还是没听见。我说，我叫半风河。不得不说，大叔装死的法子不错，骗得鸠放慢了脚步。我们到齐都的时候，鸠还不知道在哪睡大觉。不过支持鸠的家族早已在齐都布下了天罗地网，找来一堆江湖高手，意图拦下大叔的脚步。这些高手都是以一敌百的，家族派来保护大叔的护卫还是不够看。结果那些江湖高手在见到沈燕后，直接告声打扰，退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也是见了鬼的样子，倒让我十分担心。这样看，沈燕在江湖上可真是令人闻风丧胆。可惜我一直被师傅关在山上，偶尔下山也只是走个镖，并没有听过沈燕的大名。见高手们这么怕他，我又想给他道歉了。庄主，这儿就拜托你了。沈燕分去了大半阻力，剩下的虾兵蟹路处理起来格外的轻松。咱们这次倒是欠了沈燕那小子一个大人情。何止是大人情？你知道我许了他什么吗？我答应给他重新造一座山庄，还把那块旁边的山头都给他了，金银珠宝什么的更是别提，都是小事儿。败家玩意儿！你怎么不许他将江山如画，送他世间风景？还不是因为你前2个月把人家山庄后山外围的机关破坏了一半，留的是我的大名，这件事你不会忘了吧？你这人好没良心！沈燕不轻易出手，要不是我替你破坏了他的机关，他能来找你吗？你能请到他护法吗？我越听越觉得离谱。师傅，您说的是？我们当时破坏的机关是沈燕家的，忘了告诉你，
他在江湖上鲜少暴露自己本名，大家都喊他和风山庄庄主。和风山庄，那个武林神士心中圣地，我走镖时可听说了他不少事迹，除恶扬善，除暴安良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那是江湖恶霸的死敌，江湖女儿的头号梦中情人。我这又是骗人又是拆家，绝对属于除恶那筐啊！可是您说那是我的出师第一关，那些机关有大半可是我捣鼓没的，居然是沈燕家的，这要是让他知道了，我还能活？1年以后我的坟头草肯定也2米高了。乖乖，非常时期，非常手段。再说我都打听过了，外围的机关是从前设的，沈燕本就打算换，咱们这是助人为乐，赔他的钱够他换10层机关了。不过话是这么说，终究咱们理亏。沈燕这人记仇，要怨我们也是有的。再说了，得罪他还是其次，最主要是不能欠他钱，毕竟养了一山的奇人异士，看重钱也正常。听说但凡是欠钱不还的，坟头草都3米高了。3米，比得罪他的还高了1米，欠钱不还的后果也太严重了吧？不过中州你放心，我已经打点好了。小风不是喜欢沈燕吗？他若是和沈燕成了一对儿，咱们就成了沈燕的长辈，他自然不好与我们为难。这特么可真是个好主意，只是你们好歹顾虑一下我的死活啊！师傅，我可是你的亲徒弟。那就这样吧。就这样啥啊？有了相好就把自己的徒弟给卖了。我想起沈燕冷漠至极的脸，心里抽了一下。其实还有点舍不得他，但总归小命要紧，我还是趁他不在赶紧逃吧。那啥，大叔，恭贺你喜提皇位，我先撤了。大叔坐在龙椅上，同师傅抱怨太冷，根本没听清我说了啥。小风怎么不见了？肯定是摸去御膳房了。这丫头脑子里除了吃没别的了。我逃跑的脚瞬间定住了。御膳房？我都忘了皇宫有御膳房，那里面的东西一定很好吃吧？我先去吃点东西再跑也是来得及的。等我走镖攒了钱以后，再拜托大叔一块交给沈燕，我自己就用不着见他了。哎，这样想想还颇有些惆怅。惆怅就得喝酒，我从御膳房挑了壶看起来就很好喝的酒，一个纵身跳上了屋顶。师傅从没有喝过酒，不知酒量的我，屋顶上喝了个天昏地暗，浑身发软，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一时间委屈的情绪弥漫起来，我终于想通了，我好像真的喜欢沈燕了，可是她应该已经不相信我了吧？我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人，还把他得罪狠了，我的师傅还和他有仇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我知道他是谁，连忙闭上眼睛装死。借酒消愁，这你也能猜出来啊？你师傅说我山庄里的机关都是你破的，是不是觉得欠我的太多，还不起了？他是不是在威胁我？虽然可能还不起，但我会努力打工的。你知道和风山庄怎么罚那些欠债不还的人吗？我会罚他们不许吃肉，直到他们还清了钱为止。你这个规矩不合理，你欺负人，我一辈子还不起的。既然如此，我还是要罚你的。不若罚你与我同游天下。